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解啊。我们算微分方程的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想要找这个 equation 的什么解嘛？我们重点就是要找这个 equation 的解，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，先来看看解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好，所以他说，如果能够满足我的这个微分方程式，我称它叫做 F。OK， 我如果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微分方程式，那这样这些答案呢 ？OK 的 y 啊，我把这个 y 求出来，所以你会得到 y 就等于什么？它是一个 x 的函数关系，这被你找出来啊。那这个如果可以满足它的话，那这就是它的一个解。那你说老师为什么有东西写成这个样子？这样的表示法就是一个微分方程式嘛，就是说你这个我故意把所有的 equation， 比如说 y。我把这个 equation 全部都写到左边来，所以让这个4x 呢移到这边过去，所以我把这整件事情把它写成这个叫做大的 F， 然后 x y 跟 y prime， 那甚至还可以 y double prime， 对不对？我现在是2阶的，所以我刚写这边只有1阶而已，所以如果你要是2阶的话，它就会写成这个样子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写法就表现得出它就是一个微分方程式，所以我刚刚说这是一个1阶的微分方程式，所以我把这个 y 这个答案找出来，它可以满足这样的一个 equation， 那这个就是我的解。OK， 所以解的概念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你从小到大在念数学，你不就在找答案吗？那这个答案不就是满足这个 equation 的答案就是了嘛？只是说这个微分方程的答案有一点点特别 ，OK， 它有一些不同的分类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解呢有什么分类，我们把它分成几类。OK， 第一个我们称它叫做通解，好，英文叫做 general solution。好，通解，那通解一般就是你的微分方程式你所求出来的一个答案。那为什么叫它叫做通啊？或者说我们的英文里面有个叫 general， 原因是因为你这个解里面呢，它有一些未定的常数还没有确定下来，而这些未定的常数是要透过我们后续的一些计算才可以算出来。所以如果没有一些已知的条件给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把那些常数给确定下来。所以那时候我得到的一个解就叫做通解。For example， 比如我告诉你说 y prime 等于3，好，那你告诉我你可以告诉我它的解是什么吗？你就找一个 y， 然后可以满足这个 equation， 这也是一个 ODE 没错吧？这是个 ODE 嘛，所以你的 y 就等于什么？是不是 3x？ 然后呢，你要加上一个什么常数？因为对 A 同学而言，他觉得 C 是1也是对 ，B 同学说 C 是2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这两个都满足这个答案，因为你常数微分完之后就不见了，对吧？可是，在我们还没有给定条件的时候，一些我们后面讲叫初始条件的时候，你实际上不知道这个 C 是多少的，所以我们的通解就是像类似这样，它含有一个未定的一个 constant， 这叫做通解。好，这是第一种。好，那另外一种叫做特解。好，我们叫 particular solution。那特解的意思就是把通解里面的 C 给确定下来。比如说在刚这个例子，如果我透过给你一些已知的条件，我告诉你说这个 C 算出来应该是3好了，所以我告诉你这个 y 等于 3x 加3。那这个答案它并没有一个未知的这个待定的这个 constant，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 particular solution， 就是我的特解。OK， 所以通解跟特解的关系是，特解透过把通解里面的 C 给确定下来而得到我的特解。
好，那除了这2种之外，还有一种我们称它叫做异解，或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它叫奇异解。奇异解，它叫 singular。好，奇异解它也是解，它也会，你把它带到这个 ODE 去，它还是会满足。可它比较特别是这个奇异解，它本身跟通解跟特解的这个样式不太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你的通解你会知道它有个 C， 对吧？你的特解就是把这个 C 给确定来，所以基本上这2个答案的样子，它那个 pattern 是很像。但是异解呢，就跟它完全不一样。可是偏偏它又是可以满足这个 ODE。OK， 所以这叫做异解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解的一般的这种分类，就这3种。那对于异解而言，我们比较少去 touch， 它也不是 always 会发生的。有些 ODE 算出来之后，它会有异解跑出来，有些不见得会。OK， 那这个通常是需要通常发生在比较高次的非线性的一些 ODE 上面，它会有异解发生。那一般而言，我们都比较少见。那我们也不会刻意去谈它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 special 的 case。我们比较在乎的都是通解跟特解。好 ，OK， 所以大概做这样的分类。我们待会还有一个例子，跟大家来解析一下这个解一直是通解、特解、异解，它的几何上面的意义是什么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再看看解的表示方法。如果我们先只看通解就好了。OK， 我们有2种方式来表示我的答案，表示我的答案。你说是通解，或者你要把这边改成特解也可以，反正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一种，反正就是解。那它的表现方式有2种，一种叫做显函数的表示法。OK， 显就是叫做 explicit。OK， 就是很明显的。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它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答案很明确的把 y 写在等号的左边，因为假设我今天要求的这个最后答案就是 y， 那它就是可以被我写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 x。OK， 然后还有我看我需要几个这些未定的常数那形成这样的一个缝，这就叫做显函数的表示法，就是你可以把 y 写得很整齐、很干净所表现出来的。比如说，假设我说假设我现在解出来一个答案 for 一个 ODE， 它叫做 x 乘上 y 等于 c。那我如果可以单独把 y 写在左边的话，那是不是可以写成 c over x， 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表示法就叫做显函数的表示法，因为等号左边是一个独立的 y 在那里，然后右边就是有这个常数有这个 x 的所形成的一个函数关系。OK， 像这样的就是一个显函数的表示法。那另外一种叫做相反的，就是隐函数的这个表示法，叫做 implicit。就是隐就是不明显的意思不明显的意思。那什么叫做隐函数的表示法呢？就是你会把你的答案写成像这样子OK， 你会把等号的右边变成是个0，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放到等号左边去全部都混在一起。那这样的样子就叫做隐函数的表示法。那你说老师，那没事可以写成这样的，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子？其实不是你故意要把它写成隐函数，而是说有些时候你不容易把你的答案表示成显函数的方式，那你就把它写成这样子。那基本上这种跟这种，不管是显函数或是隐函数的表示法，都是 OK 的，都是 OK 的。好来，好，所以这个是隐函数表示。所以以我们刚刚这个例子来看，你现在把它写成隐函数的表示法会什么 ？xy 等于 c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写成 xy 减 c 等于0。
是吗？那就等于说你的等号的右边是0，然后等号左边就是一个，我称它这个东西叫做 find 啊，这个称它叫做 find 函数，所以里面有 x 有 y 有 c 啊等等。好，看你有几个 c，depends on 你是几阶的问题，你的答案会有几个 c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解的一个表示的方式，叫做 explicit 或是 implicit， 那2种都可以，看你想要哪一种表示。所以如果你下次做 homework 或做练习的时候，发现你的答案跟老师提供的答案不一样，很可能就是老师提供的可能是显函数的表示法，也就是我把它整理到你可以单独把 y 写出来，可是你没有这样做，你就把它全部混在一起，所以你的答案跟我的答案不一样，但 actually 它2件事情是一样的，好，2个事情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解的表示方法。